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拉斯坦传奇2代》。本作出品于1988年，比初代要晚了1年，同时还有世嘉 MD 和 PCE 的移植版。前2天给大家录制初代的时候，有小伙伴说：“大叔啊，你怎么不录制2代啊？”今天2代就来了。和1代相比，2代的画面还有音乐得到了长足的进步，但是在操作的手感还有关卡流程的设计上退步了很多，尤其是人物的碰撞判定，由于贴图变得很大，所以攻关的流程当中不可避免的会与敌方发生碰撞，尤其是在 BOSS 战的时候。所以 BOSS 战的过程当中，要么我就拼命，要么就逃课。游戏一共有3种武器，默认就是单手的剑盾，流程当中还能够捡到铁爪和双手剑。铁爪的攻击频率很高，非常适合与 BOSS 拼命，但是攻击的距离比较短，在关卡的流程当中会比较吃亏。双手剑的优势是攻击距离比较长，缺点就是攻击速度很慢。第1关的 BOSS 战，这里我就不打算和他拼命了，利用了双手剑的长度和 BOSS 拉开距离，然后进行输出。双手剑我还是比较喜欢的，毕竟它长啊，符合人设。游戏的流程一共是5关，每次过关之后，它都会把你的铁爪或者是长剑没收。给大家介绍一下游戏的道具系统。附魔道具有2种，分别是火焰附魔还有雷电附魔。我现在就是雷电附魔的状态，但是这个状态当你切换场景的时候就消失了，也就是说打 BOSS 的时候用不了。本关落石比较多，所以我经常使用防御的动作。这个防御是分上段和下段的，3种武器都可以防御。刚才我捡到了一个增加时间的道具，游戏当中还可以捡到护身，以及增加移动速度的鞋。我现在就是有鞋的状态，所以移动起来比较快。但鞋子是双刃剑，虽然增加了你的移动速度，但是你在空中跳跃的时候落下来也特别的快。客观上就造成你的跳跃距离减少了。平时还没什么，在第5关的时候有一个超级宽的坑，如果你是有鞋的状态下，基本上是跳不过去的。所以第5关最好不要捡鞋子。我还是给大家演示一下第5关捡鞋子吧，毕竟穿着鞋关卡的攻略速度会变快，而且咱们的生命数是够的。第2关的 BOSS 是美杜莎，我发现很多的游戏都把美杜莎当做第2关的 BOSS， 包括初代的恶魔城。这个 BOSS 可以打无伤，用双手剑来打是最好的，因为跳起来砍他的头比较方便。不过打无伤时间比较长，毕竟需要大量的走位。后面的 BOSS 如果能拼命拼下来的话，尽量给大家拼下来，节省时间。打完之后会拿到一个绿色的宝石，拿到宝石之后人物会升级。
过关之后，武器还有鞋子都被没收了。这里又捡到了新的。给大家介绍一下剧情。官方刚一发售的时候，把这款游戏叫做《纳斯坦传说》，但后来意识到还是要做成一个系列，所以在发售其他的版本，尤其是日版的时候，就又改名叫做《拉斯坦2代》。游戏的初代是拉斯坦国王回顾自己年轻时候的冒险经历。2代的第一关一开场，咱们能够在背景当中见到一个很高的建筑，是一个塔，叫做摩天塔。这座塔位于拉斯坦尼亚这片土地上，传说如果有人登上了塔的顶端，就能够控制这片土地。有一天，一伙邪恶的势力控制了这座塔，于是一个勇敢的年轻人就站了出来，就是咱们的主人公。故事的结束，主人公登上了塔顶，击败了邪恶势力的首领。最后他发誓要永远的守护这片土地上的人们。大家看一下屏幕的右下角，请投币的字样一直在闪。我相信当年有街机游戏厅经历的小伙伴对这个提示再熟悉不过了，说明这款游戏可以双打。第3关需要跳的坑比较多，这里打出的蓝色道具是回血用的，回血道具一共是2种，蓝色的回的少，橙色的回的多。因为人物的贴图比较大，所以这个绳子让我感觉不是很牢靠啊。第3关我是拿着铁爪进来的，所以就拼命了。拼命打其实是最有效率的，但是要冒着比较高的风险，而且你使用的武器最好是铁爪。地面的这种乌龟，使用另外2种武器是打不了的，但也有例外，就是你的武器有附魔道具。单手的剑盾我不能捡了呀，因为本关的 BOSS 我也决定去拼命。看怪物的贴图确实是比初代要精细多了。双手剑好久没用了。斗篷应该是一种减伤的防具，初代里边就是这样的设定，但是在2代里边捡到斗篷之后，没有什么直观的变化，因为1代在屏幕的下方是有图标的，2代没有这种显示。而且在游戏的公式书里边也没有写斗篷的作用。这里可以换回铁爪了。
这款游戏操作上有一个特别的设定，连发是自动的，不用你自己开。我玩初代的时候就没有开连发。跳跃键也是连发的，不过它是默认你落地之后才会发动第二次跳跃。因为本作的跳跃有2种，轻按的话是小跳，听起来有一点像马里奥。这里前方是有一个大坑的，就在这附近不远了。我先把这种小怪清理一下，就是这里，这里要蹲着下去。而且方向要推前，不然的话你直接会被上方的墙壁给卡下去。我和第4关的 BOSS 武器一样，机会来了。BOSS 一般是有几种招式，而且它使用是反复的，从第1招用到最后1招，再从第1招开始用。利用 BOSS 的这个规律，可以逃课攻略最终 BOSS。第5关，也就是游戏的最后1关，这里有一只超大的石头人，坑里边有一只水精灵。水精灵其实是这个游戏当中很讨厌的怪，它出现之后就扔飞刀，虽然这个飞刀可以防御，但是速度很快，严重的打乱你的攻关节奏。这个骷髅骑兵骑的是大象，本关能不能打到鞋子啊？给大家演示一下。捡到鞋子了，人物的移动速度明显是变快了，但是前面那个大坑我肯定是跳不过去了，跳之前就要脱鞋。我感觉捡到鞋子之后，人物的攻关速度也没有变得多快，因为很多地方你要小心一点。防御是本作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。这个地方跳早了，应该在骷髅骑兵的正上方落下来，才能够打到他。但刚才的敌人让我想起了泰拉瑞亚的蠕虫。这个家伙可能是无敌的。大坑就在前方了，我先把敌人清理一下，看能不能打出有用的道具，然后再把鞋脱掉。脱鞋怎么脱呢？跳到岩浆里就脱鞋了呀！大家注意人物现在的跳跃，手感和有鞋完全是不一样的，滞空的时间非常长。前方不远就是最终 BOSS 战了。他有一招是召唤2只狗，咱们把其中1只狗清掉，然后地面留1只，这样的话 BOSS 就不会再继续使用招式了，变成了咱们的活靶子。这是根据游戏机制开发出来的逃课打法，不是很光彩啊，简直是没有武德。通关，
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拉斯坦传奇2代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